在6月5号，越南媒体搜哈发文警告，为了实现自己的对华联盟战略，拜登政府正在极力刺激东南亚国家对于南海的野心。这一行为导致原本一直在尽力保持中立，不在中美两国选边站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最近出现了倒戈情况。其中，菲律宾与美国数月谈判的美菲访问部队协议被确认保留，这一点让美军可以公开在东南亚地区部署大规模的军事武装部队，以及各类远程打击、反导防空等各类装置。而马来西亚在本月初悍然指责中国16架军机闯入马来西亚领空，则更是为美国介入东南亚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实际上，马来西亚这一事件就是单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我国16架军机在南海上空的一次正常巡航演习，针对的也是美军的自由航行。马来西亚这一次所谓的闯入领空，其实是马来西亚自己擅自划定的一个防空识别区，就因为准备彻底倒向美国，这才说成了领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马来西亚阴了我们一下。有观察人士指出，很多国家都清楚加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争端将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但是拜登很成功地看准了这些国家的弱点选民。为了能够赢得选举，南海问题将是一个主要得分点，那么这些候选人就不得不在南海问题上做出自己的应对，因而也就不得不让美国成功地挑起对南海的野心。也就是说，哪怕明知危险，但在这种体制下依旧会盲目地让自己走向危险。分析认为，美国拉东南亚进场实际上是为了封堵住中国的海上贸易路线。中东中亚地区引发的战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如今南海局势、东南亚局势出现波澜，势必影响中国的海上对外出口航线。美国此举就相当于是对中国从军事和经贸两个方面进行布局。而越南之所以罕见的警告东南亚诸国，其实也是为了维持东南亚局势的稳定。目前印度国内疫情已经爆炸，相关产业必定出现转移，这些被中国国内淘汰的产业可供选择的转移的点并不多。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因为疫情问题，越南就成为了唯一合适的目的地。为此，在这场被美国挑起来的闹剧之中，越南罕见的多次向中国通气。在当地时间6月4号，普京在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公开就当前国际形势进行了阐述，并表示自己丝毫不期待16号的美俄首脑会谈可以取得对美俄两国来说拥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而之所以这么判断，是因为美国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了无限的自信，认为自己随时可以面对所有的问题。普京很直接地指出，帝国的统一者一贯喜欢用恐吓、说服、收买等方式解决遇到的所有问题，而这么做的代价是衍生问题会越来越多，总有一天问题会多到让他们无法解决。然而恰恰是这种傲慢，让美国以无比自信的步伐走在了苏联的老路上。有网友调侃，普京这句话是在美帝心上扎了一刀。有观察人士指出，通常来说，普京不会对美国的发展状况下一个很肯定的判断，如果说了出来，基本也就意味着普京已经看清这种形势的不可逆。这个判断给出来，基本就是普京给美国人送上的病危通知书。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就算听进去了普京的话，国内反对派的干扰，靠政治正确议题拉拢的选票，尾大不掉的各类大资本话事人，可以说已经是积重难返。种种问题让拜登就算有心，也无力扭转当前的美国国策。而且就现阶段的状况来看，美国当局也没有这个反省的打算。有意思的是，对于即将召开的美俄首脑会议，普京较为嘲讽地表示，美俄间没有什么分歧，唯一分歧是美国想要遏制俄罗斯发展。这番话其实应用到中美关系上，其实也同样适用。中美间的唯一矛盾就在于美国想要自己的霸权地位，但是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感到担忧。更为致命的是，美国还守不住自己的地位，正在快速堕落。美国一贯喜欢以己度人，美国人为了自身利益会怎么做，就猜测中国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因而恐惧地对中国的百般打压。由于近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频频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以及重大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公开发起挑衅以及对抗行动，导致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包括牛肉、红酒、大麦以及煤炭在内的澳大利亚多个商品进行了制裁。不得已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只能为这些商品再次寻找新的市场。根据最新消息，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罗兰拉贾日前表示，在受打击的区域对中国的出口可以预见的大幅度下滑，但好在现在大部分受到影响的贸易已经寻找到其他市场。按照拉贾的意思，澳大利亚当前已经成功控制了损失。例如在煤炭方面，虽说中国下令减少了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但是澳大利亚煤炭在其他市场上的出口却有了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印度。
包括棉花和木材等资源亦是如此，都找到了新的市场。至此，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资深经济学家对此表示了赞同，扬言中澳这场冲突中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损失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严重。在非铁矿石方面，中国的制裁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澳大利亚最近的干旱影响了出口放缓的原因。明眼人应该都不难看出，澳大利亚这是在死鸭子嘴硬。如果中国的制裁对澳大利亚没影响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宣布对该国多个商品制裁后，澳大利亚政府官员一边放狠话，一边却又求对话？众所周知，中国市场占据了澳大利亚出口份额的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没了中国市场，该国要再想找一个顶替，且不说能不能找得到，就算能，也要耗费很长一段时间。等到澳大利亚找到，国内经济估计早就崩盘了。在此期间缺了这一部分，澳大利亚出口商从哪来补充？印度吗？印度根本没有中国这样充沛的生产能力以及旺盛的资源需求。西方吹鼓了多少次印度会替代中国？印度和中国的工业能力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资源的需求也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印度就算想吃下澳大利亚的巨大出口份额，也没办法消化。更何况现在的印度不仅疫情危机没有解决，近日印度媒体还声称要退出四方对话，扬言是美国要跟中国打起来，不是印度。印度人已经开始醒悟了，他们深知一味的跟中国作对没有任何好处。澳大利亚这个时候还扯上印度，是生怕不会被印度人骂吗？美日印澳的四方对话，印度已经释放了叛变信号，澳大利亚却仍不怕死的挑衅中国，一旦惹恼了中国，后果必定非常惨烈。不如该国向印度学习一下如何求和。美国一直以来都想压制中国，已经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美国却一直都是暗地里同息，并没有正式对外宣战。毕竟大国间战争一起就是惊天动地。不过最近美国却似乎直接宣战了。据中新新闻消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司令近日公开宣称，随着美军战略重点由中东战场转移到了中国周边，美军正式开始筹备了特别评审小组，而这个小组的目的就是重拾20年前的两栖作战知识，应对中国统一，争取在下一场战争中直接全力支援美海军作战。很显然，美军就是在宣战。毕竟不说现在，就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20年前，那确实是赫赫有名，在阿富汗的战场上为美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可以说，作为两栖部队，美军重建20年前的技能，针对台湾是针对的一目了然。再从最近这段时间，美国不仅军机军舰在南海不断晃悠，就连军演次数也不断增加等等系列动作来说，美国压制中国的力度已经越来越强。虽然随着中国实力增长，美国的动作已经不能制造恐慌，但这却也代表着中国想要和平解决中美间的问题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做事只会越来越过火。之前美国陆战队要派出特种兵指挥台军作战一事，也证明了此事。毕竟一旦美国派出了特种兵上岛，再有重拾的海军陆战队配合，中国统一过程必将增加难度。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虽然在20年前有着赫赫声名，但是现在却已经是20年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早已落魄。据美媒自己所说，光是2020年，美海军陆战队的两栖战车就多次发生事故，而这些事故会发生的原因，大多都是因为装备没有及时更新换代，以至于车辆故障频繁。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战队成员训练不合格，所以也一直造成了相当数量的美军死亡。不过，鉴于从这位美军高官透露出来的信息看，美国对下一场战争已经是势在必行。美军现在重整，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起码美军这已经是起了这个心，所以对此，中国必须时刻准备战斗。当然，解放军也确实一直都在准备战斗。就最近，央媒就在和美海军说这话的前后脚，曝光了解放军海军陆战队，并且直接称其为拳头部队，这很可能就是意有所指。而且在报道中，该部队还出现了150星弹作为明星装备。150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都知道，美军再怎么跳脚，解放军都能完全应对。就像是我国外交部所说，中国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来捍卫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不过从来都不怕战斗。为了再次炒作抹黑中国，拜登政府前不久下令情报部门彻查新冠病毒溯源，要求其在90天之内给出一份病毒是否来自中国实验室的报告结果。自疫情在全球蔓延开后，有关病毒从哪来、中国实验室传出的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外界关注的。世界卫生组织因此还进入中国进行调查，最终否认了是由中国传出的猜测。时隔至今，美国再次就病毒溯源刻意抹黑中国，要中国拿出所谓的证据。显然，中国已经成了美国头号针对的对象。此前，美国方面多次就所谓的病毒溯源甩锅给中国，
指责中国造成了全球陷入疫情危机，而无论该国怎么抹黑，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病毒是来自中国的，或者说美国不是不拿证据，而是拿不出证据。值得一提，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就对美国质疑病毒来自中国一时间进行了回应，声称如果美国有确切的证据，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会立即采取行动。如今美国再次要中国给出证据，这不仅认证了外界所想，美国是执意把病毒溯源问题交回给中国，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此举已经全然不把此前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成果放在眼里。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将疫情政治化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这与伊拉克洗衣粉事件有什么区别？在分析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有罪推定式调查，扭曲真相，传播信息病毒。这种手段不仅不科学，也不专业，只会让美国在虚假的信息战中越走越远，同时会让世界各国越来越认清美国丑恶的罪恶。身为全球排名第1的国家，如今竟然会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针对中国，外界看不下去，现在就连世界卫生组织都看不下去了。近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成员的荷兰病毒学专家马里恩·库普曼斯终于忍无可忍，重磅发声，出手捍卫中国名誉，拿不出证据就闭嘴。库普曼斯喊话拜登，要其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舆论风向是绝对不会因为拜登的几句话就改变的。病毒溯源问题，美国才是真正值得怀疑的对象。毫无疑问，美国引爆了炸弹，终于有人收拾美国了，替中国狠狠出了一口恶气。值得一提，此前中方也对此进行了回应，声称如果美国想调查病毒溯源，有本事跟中国一样开放美国各地的实验室，供世界卫生组织去调查。美国想借疫情再次抹黑中国，不料却把自己逼上绝境。现在的美国内部估计早已经如临大敌，这实验室是开放还是不开放？总之，拜登有的愁了。如今美国两党忽略摩擦，也要联手用尽手段，也要针对中俄，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件事，美国如今的内部意见却再一次不再统一。或许事情已经出现了转机。近日，美国63名前军官、国会议员、政府官员联名致信给拜登，敦促其尽快就如今中美俄的局势和中俄进行谈判，并且在信中还提到了一点，那就是在如今的局势中能够突破现有格局的潜在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就是削减反导系统。据联名信中所说，虽然美国陆基中段防御系统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技术原因取消了升级拦截器的计划，但是正因如此，中美间的军备竞赛也进入了和平期。不过随着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进入这个领域，下一代拦截器再次启动，约翰芬恩号成功发射标准3导弹，还有了9.26亿美元的资金，这一切都变了。所以如果美国和中俄谈判削减反导系统，或许可以停止核军备竞赛。美国还真是虚伪，要说发起军备竞赛的最初原因，不就是因为美军时常挥舞这个大棒对中俄进行威胁吗？而且中国从来不曾和美军进行军备竞赛，中国只是在一步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让自己能够拥有护卫自己的力量而已。再者，如果美国能够停止四处挑事，中俄何至于和美国陷入所谓的军备竞赛？更不用说美军作为最喜欢战争的国家，好战分子的称谓，这可不是白叫的。想让美军停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说美国能够停下来，中俄也不一定会停，因为这关系到最重要的防御力量。可以不主动攻击别人，但是别人的攻击必须要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所以这几乎是无意义的事情。而且美国不仅常年穷兵黩武、四方点火，还习惯性退群，随随便便就能撕毁谈判协议。想要和中俄谈判，也基本上没有能够获取别人信任的能力。再从另一方面来说，如今美国已经有了陆基反洲际导弹的能力，所以就算削减反导系统，对美国的影响也不大，因为美国主要依靠的还是海空力量，海空实力才是美军实力最重要的体现。所以这个谈判其实对中俄的影响更大，因为这样一来，美国已经能够维持出自己的武器优势，继续压制中俄。所以对于美国这种贼喊捉贼的行为，中俄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让美国的一切算盘通通落空。